好，其实必须要来思考一件事情了，就是到底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我们两岸之间，台湾，特别是台湾这边要选举了嘛，你希望是怎么样的一个对待？是完全的就是兵凶战危，还是你希望能够对话？因为呢，下期国际间大家也都在找他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来看到的是美国了，美国其实先前呢，他们的中国驻美大使悬缺了已久，好，现在终于有这么一位大使去履新了。他是谁？他是谢峰。谢峰呢，他现在说他是为了捍卫中国利益而来的。先来听听他现在去履新的路上怎么回应媒体。At present, Sino-U.S. relations is facing serious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We hop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work together with China.To increase dialogue, to manage differences, and also to expand our cooperation so that our relationship will be back to the right track. 好，还是希望啦，就是能够管控分歧，互相尊重，然后强调说，希望能够让一切回到常轨。现在呢，评论家两岸的这个学者格莱伊就讲了，基本上呢，他认为让谢峰去接任，就是防止中美之间有可能会螺旋式恶化的努力之一。Wall Street Journal 呢也直接讲，虽然是这样讲，人来了，但是真的一切就拨云见日了吗？看起来好像还是一片阴云犹存至于 Political 是最早说有可能是谢峰来接任的哈，现在他就讲啦，那基本上呢，能接任就已经能够缓和关系。好，至少这符合什么？符合拜登在 G7 那边讲的美中之间很快解冻。谢峰过去呢，其实在华盛顿这边担任过公使，也被认为呢是美国通，所以应该是可以缓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的。那也有人讲啦，其实他跟所谓先前秦刚战狼式的外交比较不一样，但是呢，也有人说，可是谢峰来，他好像跟习近平的关系没有秦刚跟习近平这个中央的关系这么样的密切，这可能也是一个观察点。但是讲到谢峰，先前呢，上一回大家在媒体上一直看到他的名字，基本上是跟另一个名字挂钩的，叫孟晚舟。因为那个时候传出了说，习近平呢其实是下了100多道的指示，要谢峰去跟 Sherman 来对话对谈，直接给他一个改善清单。这里头就提到孟晚舟案。那现在呢，挑谢峰去当大使，后来呢，这个孟晚舟获释之后，也让大家觉得说，美国这边是某些层面的妥协了。那这样子是不是代表其实是想要给美方难看呢？还包括了防长的部分，挑的刚好是被美国制裁的李尚福，这个事情大家就开始其中觉得说，好像有一些可以思考做文章的地方。毕竟现在美国、中国就是在打科技战。来看到美光事件之后呢，现在中国的第一任龙头长兴存储可能又要被美国列入一个实体清单里头了。同时呢，他还有特别的强调说，基本上我们就是要防止我们在中国的这一些企业再一次的去回填，让他们能够活下去。但是在这一波里头，美国想要拉韩国，可是可能害到韩国啦，因为现在传出三星的电子呢，现在已经在中方这一边被推了一个拒买运动，然后业绩惨跌46%，将近一半。更不用讲美光，好，美光先前有人讲了，说看起来好像还好啊，没有伤到筋骨。但是这个经济日报的评论呢，则特别讲到说，你看像路透社他也有讲啊，现在你看到的影响可能比较小，但你要知道哦，其实中国企业10年前呢，他就曾经可以把 IBM 给替换掉，可以把甲骨文设备给替换掉。现在基本上的中方已经跟过往中方不一样，你确定再过一阵子中长期来看，美光伤害真的这么小吗？针对这一题，基本上在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发言人的新任记者会上头就有被问到。好，记者是这样问他了，记者问他说，你们进美光，你一直讲说中国进美光言行不一，记者直接问啦，那不是嘛？中国他们自己说华为在美国的发展，那为什么你们现在呢不能让中国做同样的事情呢？毕竟你不也说华为不能在美国发展吗？现在米勒这国务院发言人的讲法是说，不是，我们进华为是出于国安的担忧。记者马上追问，不对啊，中方进美光不也说是因为国安的担忧？那他们不是也可以有国安的担忧，
不是吗？一来一往之间，大家开始看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是不是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要求对等、要求相互尊重？而其实现在呢，对于拜登来说，对他而言，更需要在意的可能是美债。好，原因是因为现在党争啊，美债问题可能让他们重返亚太有一些的力不从心，因为围绕在债务上限的斗争当中，看起来他没有太好的选择。因为不管怎么样，你是执政者嘛，麦卡锡讲啦，他不会退让，那所有的一些后果。政府关门，通通是拜登你必须要来承受的政治风险。而且现在呢，基本上在美国有2000万的家庭说是付不出水电费的，甚至呢，他们这个整个拖欠水电费的金额欠款总额已经达到了6007亿台币。拜登可以提供的补助金却是比去年还要来得低，造成美国的贫困率呢说远超过其他25个发达国家，包于澳洲、加拿大、法国、德国、波兰、葡萄牙等等等。所以就有教授直接讲，美国现在的这个典型制度是不是剥削穷人、补贴富人，能不能够把这个美债危机给缓下来，这是大家说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拜登明年选举的。不过回过头来要请教赖老师，其实很多人说了，拜登你一直说你是外交老手，美中关系您现在怎么看？我觉得谢峰一到纽约他在纽约接受记者的提问的时候，他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我觉得讲了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相互尊重。我的其实所有的重点就在于这4个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啊。那当然和平共处，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但是相互尊重的含义最深，就是你不尊重我，我就不会尊重你。所以你要我尊重你，你就必须要先尊重我。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大陆这一次谢峰到美国传达的第一个讯号，这个讯号是如此的明显。当然，他也希望中国的留学生不要忘了要回家，要回国贡献自己的能力这样的一种主张。那谢峰是否是鹰派或者是鸽派，其实不重要，因为重要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目前的态度，就是你美国到今天为止并没有尊重中国。所以中国也不可能尊重你美国，但是坦白说，我个人的观察是，大陆不在乎美国你怎么做，因为大陆有自己的路要走，有自己的事要做，所以你美国怎么处理，我就怎么对你。今天美光只是第一家，为什么？因为美国制裁中国的企业600多家，中国只是第一家而已，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得看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美光重不重要？重要。美光现在因为它的股票重挫，所以他想要修饰，说哎呀，这影响不大了，大概不到1%了。但是大家都知道不是因为你美光的产品直接跟间接的进入中国大陆，占你整个企业的总营收的25%，所以不是只有1%，是25%。那问题是在于，如果你是台湾的厂商，你想，当你要去风险化，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讲得很明白，就是你美光的产品，如果是只要有你美光的产品的这一些，不管做成为什么样子的，用在汽车的，用在5G 的，用在哪个地方的，只要进中国大陆都不可的话，那我是台湾的厂商，我一定要去风险化。我要去风险化，我就不会买你美光的半导体，我就买别的，我买长江存储或者买三星。可是如果说今天三星跟海力士就因为受到美国的压力，然后就不卖给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就有正当性反制这个韩国的三星，也就是那我也不卖你哪些东西，我也不卖给你哪一些产品，因为你违反世界贸易的规则，你用人为的力量不卖给我，我的某一些产品我也可以不卖给你。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端。那你想，世界各国他开始思考要去风险化的时候，他当然主动的那些厂商尽量的他就不使用美光，免得他的产品不能够进中国大陆。我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美光当然会紧张，所以美国的这些议员为什么会那么紧张？美国的这个商务部为什么会那么紧张？谢峰去之前先宣布，这难道是鸽派吗？怎么会是鸽派呢？还看不懂吗？
来，左老师怎么样来看？因为谢峰现在大家说他是美国通啊，但重点就是，其实过往当时传出来习近平亲自下令的那100多道要救孟晚舟的指令，还有那个清单，就是谢峰去跟 Sherman 谈的，您怎么看？其实这个其实已经展现出来，中国大陆对于跟美国改善关系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讯号。为什么呢？其实你看谢峰这次到美国去赴任哈，跟另外一件事情可以放在一起看，就是王文涛大陆的商务部长，也即将在华盛顿 DC 跟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会谈。那为什么？那这两个其实他都同时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在谢峰赴任之前，大陆外交部才对于拜登说双方很快会解冻呢，发表了一些批评。那美国的媒体都转载了这个消息说，大陆对于美国希望改善关系呢，泼了冷水。那另外一个，这个王文涛去美国之前，大陆又宣布了制裁美光，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大陆也希望跟美国改善关系，但是国内的反弹力量真的是很大，所以他必须要先对国内有所交代，所以先制裁美光，王文涛才能去举行双边会谈，先批评了这个拜登，这个谢峰才能去赴任，这都是他所面对到一个国内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弹的声浪。那在美国来讲呢，当然他也有希望他也一直表示说他希望能够改善跟大陆的关系，但是呢，他希望能够恢复跟大陆之间的高层的沟通，但是同时间来讲呢，他又不断的去推动制裁。这些当然就变成是中美关系双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内也是很多人有不同的声音啊，就好像这一次这个什么中国委员会主席就说，哎呀要制裁那个长兴存储啊，但事实上目前只有他讲了这个问题啊，其他人目前为止还没有进一步去呼应，因为事实上，美国的半导体业基本上对于美国去制裁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他们是反对的。那他们最近才这个半导体的设备的制造商最近才得到美国政府的一个许可，说可以增加对大陆的这个出售，所以他们都不希望这个双方再剑拔弩张，他们是希望双方关系改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刚刚讲这个中国委员会主席，其实目前只有他一个人提出这样子一个说法。那现在就要看双方怎么样用什么样的努力，可以让双边关系能够真的稳定下来。现在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任何一个意外都可能使双方重新回到剑拔弩张。这当然需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路线图，双方要有很大的决心。那当然这个就要看双方到底能不能让外交发挥功能，而不是让国内这种鹰派的民意去绑架了双边关系的改善。是，彬哥怎么看？虽然说有人认为谢峰去是为了缓和美中之间的关系做努力，但是我认为美中关系缓和会很有限，因为双方的根本利益不同嘛。因为美国的目标非常明确，它就是要压制住整个中国大陆的发展。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双方能够怎么样的缓和？唯一缓和的可能就是美国现在暂时无力去压制它，就这样才会缓和。不然的话，其他是没办法缓和的。因为对美国来讲，中国大陆的崛起就是它的威胁。他已经把你认定为他的敌人，只是他嘴巴上没有这样讲而已。所以尽管谢峰去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好的很有限，而且他还讲明了，他是为了捍卫中国大陆的利益而来。那既然是这样，他也不可能让步的太多。所以我认为双方也许会稍微比较没有像前2个月那么剑拔弩张，但是效果有限，还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但是呢，你说美光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好笑。这个是美国早就知道中国大陆会做的事情。那中国大陆其实拖了一阵子之后才做，那我觉得中国大陆是评估过他自己的所有利弊得失之后，才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做出来了，那中国大陆就不可能再收回去啊。那美国指责说中国大陆双标，我真的觉得，你知道现场那个记者都笑，因为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你自己才是双标吧？你说人家双标，还是美联社记者发问？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搞笑到一个极致哦。那我必须讲。现在美国连你自己说重返亚太，你都说你力不从心，要怪到党争上面，我觉得这超级不负责任。美国为什么重返亚太力不从心？跟中国无关，而是你美国过去一直不断的让自己债台高筑，你根本不考虑到去修正你的财政状况。每一个党，民主党、共和党都一样，不断的把那个债务拼命往上加，才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啊。
那实际上正常的做法应该怎么做？就是你要先去解决债务问题之后，才有办法去做别的事情嘛。那现在还僵持在这边，到最后就是你自己弄死自己而已。所以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这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好，其实我们就要讲，在目前来说，看到美国跟其他，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中国，那另一个部分呢，就是来看看他们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了。好，为什么会这样讲？原因是因为今天有一个新闻，大家很在意，原因是因为俄军说在波罗的海的上空拦截了2架的美军 B-1B 战略轰炸机，讲的呢是苏凯27号在波罗的海上空拦截了这2架轰炸机。目前五角大厦发言人是有证实这么一件事情，但他的讲法是什么？双方是非常专业而且安全的一个交手哦。那这代表什么呢？你的这个轰炸机为什么会飞到那个地方去呢？现在这个讲法是表示证实了这件事情，那去做什么？这个是大家想问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原因是因为目前看起来，整个世界地图在 G7 之后摊开来看，就是中俄是不是联手了？好，原因是因为今天也有一个新闻来看到他们总理国务院总理的李强也讲了，中国愿意跟俄罗斯进一步的扩大经贸往来，特别讲的就是呢，这基本上就是在落实3月的时候，习近平不是去了莫斯科跟普京他们签了一个双边关系的新蓝图啊，这个破化的新蓝图现在直接落实。那中方呢，现在在跟美跟俄之间的关系，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不同。另一件事情则是他们发现了说，6月2号到4号的相会，基本上Austin 呢一直说他希望跟李尚福对谈，可李尚福这边一直没有直接的回应，但反而传出来的是，也许我们可以跟日本的防卫大臣来会谈哦。同样一个场合，在 Austin 美国的这部分没回应，但是说日本可以谈一谈，这是不是代表说其实也是给美国的一个讯息？现在其实在日本的部分，他真的也很想跟中方谈一谈，什么原因？原因是因为呢，在中俄包括他们在海参崴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们这个内部的一个货港之后呢，他们就在问了，以后大陆的军舰会不会进出海参崴？如果真的会的话，你要知道日本就在旁边呢。过往他们3不5时中俄军演的时候就要绕岛1周，现在当然会害怕嘛。所以呢，他们就在问，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日本会不会直接就会疯掉了？那过往呢，在北方4岛库页岛的这个地方还有主权争议，这个再让中方加进来，其实日本会担忧，所以现在就看到他们的一个防卫白皮书草案，他们就直接提到了中方，真的是一个挑战哦，因为过往说呢，他们有可能会提前拥有世界一流的军队，特别是会有更多的核子弹头这些部分，在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头就直接写到了，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挑战。而除了北方之外呢，还必须来看看南海。好，原因是因为这个讯息有很多军事迷在意了，就是现在呢，他们说在一个类战争的游戏平台上头，看到中国军方模拟战争游戏，用的是高超音速的武器，结果说把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这个舰队呢，直接给击沉了，而且还发现了这个高超音速的武器导弹反舰导弹还是从戈壁滩来发射的。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是中方第一次公布说公开模拟高超音速打击美国航母群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在同一时间也看到一个新闻，说是在西北戈壁这边的一个野外训练场，确实有看到陆军的一个77集团军在组织多型的火器实弹射击考核，同时呢，也看到在南海这一边，基本上他们持续的在帮忙自己，跟大家各处友好。怎么这么说？来055万吨大区，现在说带了多少的舰艇来南海这边来做训练，那就是希望什么？就是希望呢，好好的跟这附近的人来理解一下，也展示一下 muscle。因为开出来的包括大连舰啊、长沙舰等等，这个大连舰里头就有所谓的鹰击21，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高超音速反舰飞弹。它呢，其实现在讲的高超音速飞弹，在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其他的这一些武器能够把它给拦截下来。然后呢，基本上在南海这一块，除了要训练之外，也要展现友好。中国的这个7季光号呢，就直接来到越南的岘港这里，接下来还要持续去泰国汶莱，还有菲律宾，希望可以好好的跟大家来沟通。
互通有无。南海这一边持续展现实力的同时，希望能够稳定区域。再要来看到的就是刚刚结束的 G7。好，原因是因为呢，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就直接在 Twitter 发文，这个还蛮讽刺的，看到一个井底之蛙，下面就直接很大喇喇的写上，直白的写上 G7 等于世界吗？他呛啦，说中国如果是一个威胁的话，那你要其他这一些主权国家发动战争、推翻外国合法政府的这一些，这又算什么呢？那中国现在基本上跟我们一起往来的国家这么多，那大家都认为中方是威胁吗？苏纳克则直接的讲啦，其实一再的在 G7 这里头要讲中国的经济威胁。他是这样认为，他觉得不应该用地毯式保护主义的借口来面对所谓的中国经济威胁。那同一时间，在南太这里，其实过往呢，在 G7。拜登本来说嘛，参加了 G7 要去南太，后来没有去了巴纽。那巴纽呢，后来是由布林肯去了，确实也签了所谓的防卫协议。可是呢，他们现在强调了，说我们的国土不会用于进攻性的军事行为。而布林肯到巴纽之后，现在也被爆料说，你看看他经过这些高速公路，你们说中方是威胁，你知道吗？那个是中国企业在援建的。所以对于南太这一块，美方一直希望能够再回归，能够再回到当时，请澳洲这边好好跟南太这边交朋友的这样一个景况，真的能重来吗？还是其实到这里你才会发现，想要孤立中国是有难度的呢？回过头来请教赖老师，怎么样来看？好，俄军在波罗的海上空竟然拦截了美国的战略轰炸机。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啊，想在波罗的海这个地方展现它的这个战略核武的威慑力啊。那当然，对于对俄罗斯来说的话，它有足够的能力去防御，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这个战略轰炸机飞到这个空域的时候，那俄国的战机就马上出来了。这代表俄国的整个防空的雷达系统是可以看得到美国的军机在这个地方的活动的情形。700年前啊，前苏联时代的斯大林，他事实上就承受这个列宁的指示，要往东看。所以他就往东方，因为列宁当时就认为东方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前沙俄时代的时候，他们的整个势力的焦点，还有整个施政的焦点都放在西方，他们是完全导向西方。那列宁就要斯大林说你往东看，那斯大林往东看，那他也比较注意，所以在中国大陆这边后来就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日本的共产党也成立等等，在这个地方发展。但是战后俄国的重心还是都在欧洲这个部分。现在很明显的看到了，这个普丁也已经死了心了。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永远融入不了欧洲的社会，也永远融入不了所谓的西方的社会。那现在很明显的，他往东看了，往东看，他确定他跟中国大陆是可靠的、可信的好朋友。双方的贸易额在今年就会突破2000亿美元，所以贸易在升高了。海参崴这个过去是俄罗斯的军港，那当然这是我们中国固有的土地之一，是尼布楚跟瑷珲条约这不平等的条约才割让的。那未来能不能够回来给中国，那不知道，那要看以后历史的演进。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是没有要节外生枝。那中俄之间既然有这么一个高度的信任关系的时候，海参崴的军港看起来是同意中国的军舰进驻。那如果中国的军舰在未来可以利用海参崴作为整补的话，它的补给的负担就减轻了，可以在那个地方进行水、油，还有这个食物，甚至未来如果海参崴提供给中国作为弹药库的仓库使用的话，那就构成一个强大的海军的力量，都可以延伸到这个日本海，这个对于日本来说，它的威慑力就大了。所以日本目前来讲，完全倒向美国来对中国有这么多的不友善的动作，还说这个岸田文雄会跟习近平要会面，短时间恐怕不容易我想这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未来中国的军队、海军跟空军在日本的四周举行各类型的军演，这会成为一个常态，日本一定要习惯。好，
那未来呢，在这整个海域基本上已经是亚太、印太整个海域了。在这个海域局势要如何来观察？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我们持续请嘉宾来帮我们解析。好，我们刚讲在东北亚这一块，看起来中俄好像有点联手的意味，但其实中方呢，在南太平洋以及呢在南亚这一块，基本上他们也是有一些在着力的。来，周老师。的确，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看到越南跟中国大陆的中国大陆的军舰到越南去访问。其实中国大陆的军队到越南去访问，这个已经超过20年的历史，将近20年的历史，从2005年开始了。那么他们是每年2次，而且不单是海军，还有海警。所以算起来1年有4次，这非常频繁。而且即使双方关系很紧张的时候，他们也都几乎都是持续的。那这是为什么？因为越南非常清楚的了解到，虽然他跟中国大陆过去曾经发生过战争，双方在南海有主权冲突，但是为了他的这个和平安全，他必须要跟北方的邻居保持好的关系。所以特别是越南的军方跟中国大陆的军方关系是特别的好。像曾经在90年代末期有越南的这个越共总书记李可飘，他是越共政治部主任上来的，他那个时候跟中国大陆关系特别好，所以双方的边界冲突、边界纠纷就在那个时候他跟江泽民签的那个条约。那巴纽的情况也是非常类似，因为巴纽接受到了非常多中国大陆的这个投资，那它的基础建设啊这些，然后呢，巴纽过去是澳洲代管的。那么，所以他跟澳洲关系很密切。现在他又接受了美国的投资，他是因为这个双方不只说美国在这边要有军事基地，而且美国还答应要投资给他。可是他非常重点，他强调一点，他不会作为一个攻击性的基地，就是他希望维持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所以你看，中国大陆周边的国家，甚至远至巴纽都晓得要维持跟双边的关系是非常重要，不能只压一边，不能够跟中国大陆冲突对抗。这是非常清楚。相反的，我们的立法院长游锡堃最近到美国去访问，他说什么？他说台湾只是中共扩张的第一步，未来是要建立世界帝国所以全世界都要来对付他。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这样子的说法，其实才是陷台湾于险境的一种方式，才是让台湾今天会这么危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为什么赖清德要不断的要问侯友宜，到底你支不支持9·2共识？他就是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说，9·2共识到底有什么问题，到底好不好？然后大家就忽略了说，民进党过去这7年的政策，甚至赖清德自己的路线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让大家就会模糊整个选战的焦点，因为这一场选战不是要检讨9·2共识，这场选战是要检讨过去7年民进党的政策路线到底对不对，以及未来我们适不适合，我们能不能够再把我们的命运交给民进党。其实现在在世界上头，大家说，如果说是居住2个老大哥的话，就是美国跟中国。那你看到在日本这边呢，当然就是跟美国比较好嘛。那俄罗斯海参崴，我们刚刚讲到了，基本上呢是跟中方这边有更多的合作。南海这里虽然有争议，但是每一个人好像也都不想要跟美国或者跟中国打坏干系，更不用说巴纽了，两边的投资案通通要拿。到底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局势的平衡？我们等等广告回来，要请彬哥帮大家做总结。节目最后要请彬哥帮大家总结。我是觉得岸田文雄很趣味啊，他还不排除要会晤习近平。对啊，拜登已经讲了半年了，都见不到。那你觉得你现在是你刚才把习近平骂一顿，然后习近平会见你吗？我觉得这些人现在都吃了拜登的口水，是吧？大家就开始随便自己幻想就在讲。以现在这种趋势，如果那个习近平连拜登都不见的话，他也不会见你啊，见你干什么？见你有任何意义吗？那重点是，现在对日本来讲，他真的要紧张。为什么？因为中俄一旦联手的话，等于对日本形成了一个战略包围。而且他很难跳脱。那美国的战略布局实际上就是把日本摆在前线，日本的处境其实跟台湾越来越像。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请问一下，日本到底要怎么办？
我觉得日本真的要好好去想一想，他一直配合美国的这个战略走下去的结果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也必须说啦，日本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己决定，他必须全部都要靠美国去决定。那他自己要想办法要去跳脱这个束缚。那可是呢，中国大陆这个虽然是一个模拟游戏，那其实这就是一种饱和攻击的方式。那你一下子用了24枚超音速导弹，老实讲，不要说是航母了，什么东西都躲不过了，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的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今天立法院里头，大家都在关心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台湾的外汇存底现在说5000多亿。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这5000多亿？目前我们政府如何运用？怎么样来保管？目前呢，这个赖士葆是提出了这样一件事情啦。原因是因为呢，他发现了外汇存底讲是说很好听5000多亿，但他说有3000亿是假的。他怎么讲？我们先来听听看。刚那张图写了，央行其实外汇存底你是过路财神，这句话对不对？是了，因为我们你回答我，回答我，没有，你是不是就是过路财神？是了，对啊，对嘛？资产也有负债。杨总裁今天确定，央行对外汇存底他是过路财神。好，为什么？什么意思？原因是因为3000多亿其实是外资啦。那外资的部分你进出，你能控制它吗？不是你能控制的嘛。那这样算不算是过路财神？而且还讲啦，如果两岸国际紧张，这个外资会不会跑光，来去自如啊？那能不能说它就是假的呢？好，央行总裁这个杨金龙说是啦可是问题是，现在即便是如此，立委还有人要提案说要将外汇存底来成立一个主权基金，说要拨可能10%啊，或者是多少？好，目前呢，其实学者在警告了，说台湾根本没这个条件。为什么？原因是因为第一啦，我们呢，新加坡也许有你要看新加坡的条件，人家怎么讲的？人家是一个超然独立的单位，而且人家的贪污罚得很重，所以没人敢贪。这些问题，台湾通通都不具备，条件都不具备，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呢？而且，如果说这个外汇存底，修法真的可以变成一个主权基金的话，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不是变相的公然在掏空全民的资产，会变成一个特定官方单位的小金库呢？这件事情不可不慎，因为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来，这位马来西亚的前总理纳吉，他呢其实都因为有贪污案而入狱。当时就是因为呢，他们其实有一个主权基金，叫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结果后来发现了，这个纳吉这基金里头竟然有2.9亿进了他的私人账户，有数十亿美元呢拿去投资他的私人房产，所以后来呢就被发现他这些事情东窗事发之后，直接判他贪污入狱。而过往的劳动基金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台湾大大小小的基金非常多，就不用讲到说用这个外汇存底去设主权基金啦，包括了先前劳动基金，也发现曾经有官商勾结去炒股，结果呢也曾经有过劳动部的官员被判重刑。好，这一些都是过往前例，台湾真的有这样的条件吗？或者是现在我们要讲了，在这个外汇存底这一块，有人开始想要来这边染指动手，但是就像是赖士葆讲的5000多亿。有3000亿看起来是假的嘛？两岸一旦兵凶战危，那个3000亿的外资可能就会跑掉。毕竟现在很多人都在讲，我们很像乌克兰。好，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要请蔡总统看一看现在的乌克兰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了。来看到是蔡正元脸书上头 po 文啦，说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这里是现在刚刚说被俄罗斯拿下来的巴赫姆特。你看看，在过往的这几个月来，基本上一直就在战火中的状态。目前乌军在这边已经有将近5.7万人阵亡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就叫做城镇战。所以他要蔡英文好好看一看，如果你们要规划未来台湾是要打城镇战的话，那是不是台北会变成这样呢？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们两个要不要先签署你们
不会先落跑。蔡英文一再的讲，政治人物不要用战争的恐惧来贩卖战争的恐惧，获取选举的利益。但是现在中时就在问，这个算不算做贼喊抓贼？原因是因为林传媒就有民调发现了，说现在大概有65%的民众认为两岸之间是可能发生战争的，而且年轻人追挺蔡英文的年轻人，说18到29岁的人75.7%认为两岸会发生战争。那如果是这样，到底所谓的战争对于台湾人来说，心中那个恐惧感又是什么呢？现在在国际间，拜登喊了说不希望台独，这句话大家听起来就有点听不懂了。郭正亮就直接问你到底在讲什么啊？好，原因是因为呢，其实他讲这句话前面是讲说美中之间其实关系解冻啦，那台湾呢，他们也不希望台湾独立。那其实这件事情由G7 由拜登去讲出来，大家会觉得特别奇怪嘛？因为中国说你掏空一中，并不是说你挺台独啊。这个两相对比，到底你想代表什么？美国一直是蔡政府说的坚定的盟友，甚至呢，现在他们还一再帮我们来出主意，包括了他们的智库现在提倡议了，说先前卖我们布雷车之外，现在告诉你一个本小利大的作战方式，叫做布水雷。他就讲啦，其实呢，我们现在就是要防对岸直接登陆，对不对？那我们一怕他们登陆之后，我们就很难打了嘛，所以把这个敌军结于境外，那就要什么？就要在两岸之间布放水雷，就可以帮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们要两栖登陆的时候，速度就没那么快。也许这就是一个本小利大的一大招式。同时呢，他们也在讲，如果真的是两岸会发生战事的话，要注意这两样东西必须要赶紧来在台海这边储备，包括什么？包括 F-35，包括远程的反舰导弹。好，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一些呢，就是在作战的时候，特别是两岸战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的一些武器，还有弹药，甚至现在还有一个说法了。过往呢，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两岸如果直航的话，那个对岸的民航机有可能木马屠城，还记得不记得那时候那个说法？现在这个讲法换了，不是在空中，是在水面上因为呢有传出说滚装货轮有可能变成我们的新边防危机，还说就要好好的加强监控防堵如果他们呢有偏离航道，稍稍离我们这边近一点点，加强监控，因为担心的是里头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解放军搭载解放军的这个可能性？讲法非常的多，但会有这些讲法，会有这一些想象。蔡英文说的贩卖战争恐惧，其实就来自于大家对于两岸情势的一个不确定。回过头来请教彬哥，现在有立委提案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干脆外汇存底5000多亿，拿一点出来做主权基金，您怎么看？第一个，我们外汇存底5000多亿，结果3000多亿是别人的资金。那就表示我们实际政府真的能够掌控的资金不过2000多亿而已。那所以表示过去我们都是碰风打肿脸充胖子。那再来呢，主权基金过去一直让人家诟病是什么？因为它相对来讲它比较不透明，那中间能够下手的地方就很多。那以台湾现在目前政府的连结程度跟它执行的效率，有人能够信任他们吗？你们到时候在中间上下其手乱搞怎么办？但是我很讶异的是，这个提案人居然是民众党，是民众党吴欣盈街提出来的，然后有64位立委签署，连署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真的是，我觉得大家要想办法把它挡下来，因为这中间不透明的地方太多，争议点太多。如果贸然这样出去的话，到时候又落得跟以前的劳退基金什么这些基金一样，就被政府拿去乱用乱搞，到最后会不会直通民进党的小金库？因为没有人有办法去监督到时候他再跟你讲一个，这一切都是机密，这一些要封存多少年？那请问你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开玩笑，千万不能够去乱搞。那老实讲，现在巴赫姆特那个惨况，我想很多人都看到了。乌克兰绝对不是一个好名词啊！蔡英文总统之前也讲说台湾现在已经变成关键字了，全世界都看到台湾你去搜乌克兰关键字，绝对比台湾多。请问一下，这是好事吗？这一点都不是好事啊！那巴赫姆特现在就演给你看了，一旦战争最后惨况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台湾要变成这个样子吗？但是蔡英文总统从来不去告诉国人战争的危险在什么地方，然后每天告诉你战争是对方发起的，我们是和平缔造者，什么东西？你扯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实际上，
民进党跟美国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用战争恐吓台湾人，就是这样。不然的话，美国一直卖我们武器干嘛？不然的话，你延长兵役干什么？你这一切的准备不都是为了战争吗？那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美国爸爸又超级靠不住，每一次到关键时刻就故意打他儿子的脸。人家中国大陆明明问你的不是这个东西，你就跟他讲，我们不支持台独哦。那请问一下，你又打了民进党的脸，然后又没有办法去回答中国大陆的问题，那拜登你讲这到底在干嘛？我实在真的搞不懂。那军事的东西，台湾其实有很多武器我们需要，但是美国都不卖，然后老是想要卖我们一些低价的、低科技的，然后根本是美国库存的东西，就想要塞到台湾来。比如说水雷，水雷听起来很厉害、很猛啊，因为你光扫雷除雷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啊，可以迟滞敌方的攻击啊。但是我问你，你知道解放军什么时候打过来？你不知道，人家一定是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打过来嘛。那请问一下，那你要什么时候布雷？你平常就布吗？平常布，那台湾大家都不要出去，自己把自己困死。那等到人家已经开始打你了，请问一下，你还有时间布雷吗？所以请问一下，提倡这个建议的人有没有考虑过什么时候要去布雷？有没有想过这件事？然后说美国要新增2件，一个 F-35，一个远程的反舰飞弹。美国现在的反舰飞弹，它连常规型的自己的军舰都装不满，何况是这种特规远程的？那 F-35排队已经排到2040年去了，你根本来不及建了。那所以你讲这不是废话吗？那你又提这个东西，不就在告诉我们，我不抖，我爱莫能助，我帮不了你，不就这个意思吗？他一而再再而三讲这到底干嘛？然后我觉得最扯的就是说要去防备滚装货轮啊，然后去监控滚装货轮的导向。请问一下，滚装货轮是什么高科技武器吗？你看不到它那么大一台又那么笨，慢慢走。如果解放军真的笨到他没有先对台湾进行压制打击，把你所有全部摧毁之后，就直接派滚装货轮过来，根本送死嘛。那如果解放军笨成这个样，那太棒了，台湾今天高枕无忧。问题是人家不会做这么笨的事嘛，这不知道哪个250提出来。请教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赖士葆点出一个问题，就是原来台湾所谓的5000多亿的外汇存底，有3/5，就是3000多亿不是我们的，那是外资投进来，它随时可以提走，所以台湾实际上的外汇存底就是剩下2000多亿。那现在有立委，这个立委到底是什么心？我想他应该自己要出来说清楚。他所属的政党也要说清楚，台湾到目前为止对于贪污腐败都还没有办法处理好。台湾问题到现在拿这么庞大的资产去做主权操作，会给台湾带来多大的伤害？然后它会图利到什么程度？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一个严刑峻法来去产生强大的吓阻力，而且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专家能够操作这么庞大，而且他又是站在以民为公的这个立场来去操作，而他会提出这个主张，这个主张要跟我们说清楚，要交代清楚哦。如果造成的伤害，他要不要拿他身家的所有的财产拿出来抵押？而且他要不要他自己本身？那么一旦有人操作或者怎么样有巡视的话，他要不要负连带的完全的责任？我觉得这些立委他掌握了很大的一个提案权，可是呢，他可能会陷我们的整个国家、我们人民的财产于不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不能够随便开玩笑。立委掌握这么大的权力，掌握这么大的提案权，随便拿来开玩笑，坦白说，这些我们都不能接受。我觉得要严厉的谴责。另外，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其实在赖清德的发言人叫做什么凯的啊？陈世凯，他说侯友宜必谈9·2共识。那我要问的是，赖清德是不是必谈台独？我觉得赖清德他有必要，就是说，他如果不搞台独，就直接跟人民说他不搞台独。我觉得赖清德自己也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民主世界为什么不接受台独？我觉得赖清德你要告诉大家，你一直主张的台独，为什么美国不支持台独？为什么民主世界都不支持台独？你出来告诉大家嘛！你应该出来告诉大家说，为什么整个世界、整个西方的民主世界都不支持台独？他为什么到今天回避这个问题？他为什么到今天回避说你到底搞不搞台独？我在问的问题就在于，你执政的时候也不敢搞台独，你在野的时候再来搞台独吗？你不要再骗台湾的人民。
更何况，我对蔡英文我最不能接受，明明台海的危机、两岸的危机跟紧张跟恐惧就是你制造出来的，你却还说这个恐惧战争我们要和平，是你要挑到今天两岸快打仗了，你今天来跟我们嘴巴讲你要和平，完全不能接受。不过美国的那个智库的工程师他提出来的，要在台湾这边布水雷，是你在你们家门口布嘛，在美国的门口布水雷，没有必要到台湾来布水雷。坦白说，台湾的安全不需要你出馊主意。你今天如果真的要出馊主意，在你家门口出馊主意，不需要到台湾来馊主意。我们不需要你来指点江山，你凭什么？是，来朱老师。好，这个首先我想谈一下这个民进党一直要侯友宜说清楚到底对九二共识的态度是什么。这个让我想起了2016年那个时候，蔡总统提出了所谓的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依据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事务。那个时候大陆也一直要求蔡总统要说清楚他的两岸立场。而我感觉现在的民进党跟2016年那个时候大陆对蔡总统的这个态度我感觉还是蛮像的。所以去年选举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是不是民进党越来越像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某些问题的方式上？但我觉得比较让我觉得重要的问题是，当民进党在处理这个在要求侯友宜表态的时候，就像刚才赖老师所讲的，是不是应该要先就民进党的对于台独的问题能够讲清楚？赖清德这一次在竞选的时候，他已经说了，他说他不会宣布台独，可是不宣布台独就表示不会推动台独吗？这里头我们要看一看赖清德自己怎么说的，以及民进党的党纲怎么说的。民进党的党纲里头，在他的党纲第1章就讲到说，第一个条目就讲到说，要制定宪法，建立台湾共和国，是制宪，通过制宪来建立台湾共和国。他并不是讲说民进党要宣布台湾独立，所以这是在党纲里头写的。那么赖清德在2019年的时候也说，制定新宪正是时候。赖清德到现在为止有没有澄清说他对于制宪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到底在他任内还会不会推动修宪或制宪？如果民间发动制宪，他是赞成还是反对？我认为这个问题要先讲清楚吧。我刚才讲了，台独党纲在民进党的这个党纲里头是站在第1条，你打开民进党的党纲，第1条就是要建立台湾共和国。那相对来讲，92共识在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有党章还有政纲，92共识在中国国民党的政纲里头，不是在党章里头啊。所以如果民进党真的这么关心国民党在政纲里头的92共识，先处理你的台独党纲，先废掉你的台独党纲，那么大家就可以来谈怎么处理这些其他大家国民有不同看法的问题。我还是要强调那一句，其实我们期待的一个总统候选人，未来中华民国的领导人，应该是要能够团结不同想法的国民，而不是把一个不同想法的国民，假如你是支持92共识，我就把你打到死，就说你是中共同路人，这样子不可能团结，这样也不可能带领台湾迎接台湾未来巨大的挑战，在战争跟和平中做出正确的抉择。